如果石油的价格上涨$10每桶，亚洲经济增速将下降0.8%，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结果。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伊朗签订了25年全面合作协议后，国外媒体炸锅的原因。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石油的控制权为什么这么重要？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后，能源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都通过哪些手段去控制石油呢？第二，新的国际石油局势导致了哪些矛盾与冲突？第三，与伊朗签订的全面合作协议对我们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当中国和伊朗签下25年全面合作协议的时候，打算去波斯湾搞军演的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被困在了苏伊士运河。有网友开玩笑说，一群印度人开着台湾从日本租来的美国人控股的船，挂着巴拿马国旗堵住了苏伊士运河，把美国用来威胁中国和伊朗签约的航母堵在了地中海。这件事儿可以说明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国国运兴隆，第二个就是美国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根据《纽约时报》、CNN、彭博社等西方媒体的猜测和分析，在中国和伊朗签订的协议中，其中最重要的2点，一是获得伊朗常规石油供应，二是以人民币结算石油。看到这儿，你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石油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因为石油既有资源属性、经济属性，还有政治属性，是调整国际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抓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如果石油价格上涨$10每桶，亚洲经济增速将下降0.8%。所以全世界围绕石油展开的争端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石油形成了美国、欧佩克、俄罗斯3方角力的格局。但是2019年下半年，在美国彻底突破了2叠纪管道运输瓶颈后，这个世界的石油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页岩油产量已增至美国原油产量的3/4以上，2020年产量达到每天1329万桶，远超俄罗斯和沙特。所以美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对世界石油格局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随着油气产业的空前增强，加上强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力量，可以预见美国干预国际石油秩序的力度将大大加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都采用了哪些手段去控制石油呢？总结起来有4点。第一点，通过一系列的能源法案来调整页岩油的产量，从而影响世界石油的供需平衡。要知道，美国页岩油产业的主力军是小型油气企业，他们非常依赖外部融资，包括私募资金、风险投资和各种民间资本，所以产业政策直接影响这些小型油气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第二点就是通过货币金融政策直接影响国际油价。在我之前的美国放水能够拉动中国经济那期节目中也提到过，美国印钱放水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原油、铁矿石、农产品、金属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而量化宽松结束之后，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第三点是利用经济制裁干预石油贸易。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手段包括冻结资产、限制交易、贸易禁运等方式。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苏丹和南苏丹的石油出口制裁，以及对朝鲜的石油禁运，就是经济制裁干预石油贸易的典型案例。而且美元是国际石油主要结算货币，也是国际跨行结算的主要通行货币。美国主导了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 SWIFT， 因此就掌握了石油国际贸易支付的资金往来信息。他们曾经借助这个系统发动了数次的金融战争，例如我之前提到的案例。200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 SWIFT 系统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就以资助恐怖主义为由，要求欧洲100多个国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限制黑名单中的银行使用 SWIFT 系统。随后，全球绝大多数的银行断绝了和伊朗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对外的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除了联合沙特将石油价格拦腰斩断，更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系统之外。随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国内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且，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 CHIPS 系统，美国还可以迅速切断石油出口国的美元国际间流动。第4点是透过军事手段影响石油。近30年来，美国共发动或参与6次大规模地区战争，其中有4次是针对石油出口国。海湾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对相关国家石油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接改变了世界原油供应的格局。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他们以数量巨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作为依托，对全球油气运输航线拥有很强的控制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都在其军事覆盖范围内。那第2个问题，新的国际石油局势导致了哪些矛盾与冲突？这个问题还用我说吗？总结起来就2字：
不服。2019年4月份的时候，美国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进口的制裁豁免，于2019年5月2日正式重启对伊朗原油的限制。这意味着伊朗将无法通过常规途径对外出口原油及石油产品，这也导致伊朗原油产量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制裁激起了伊朗的强烈反抗，于是接连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油价因此一度被抬升至$70每桶以上。到了7月4号的时候，英国和直布罗陀当局在直布罗陀海域直接扣押了伊朗的油轮。7月1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查扣一艘英国油轮，双方一直僵持到8月18号才互相松开了对方的脖领子。到了9月14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旗下的2处重要石油设施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导致它的原油产能一度锐减至每天570万桶，引发了油价短期跳涨。袭击还导致沙特天然气生产暂停，使乙烷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量减少了50%，结果给全球石油供应造成致命打击的元凶仅为造价1.5万美金的无人机。如梦初醒的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全球石油供应链竟是如此脆弱。最后一个问题，与伊朗签订的全面合作协议对我们有什么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近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通过刚刚我们提到的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新的国际石油局势会导致我们的石油供应面临很大的风险。我们都知道，交通是石油最主要的消费部门，但是氢燃料电池目前还没有突破成本的问题，我们只能先推广新能源商用车来保障最基本的物流。而煤化工行业进行能源替代的成本和清洁技术还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所以看到这儿，我们基本上就理解为什么获得伊朗常规石油供应和以人民币结算石油，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伊朗来讲，它的重要意义了。这是我们的大国能源外交策略的一部分，通过与沙特、伊朗等欧佩克产油国、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互动，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来维护世界石油供应格局的均衡。而且由于美国积极推进非欧佩克法案，这个法案允许美国司法部对欧佩克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反托拉斯制裁，就是反垄断的意思。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对欧佩克的减产行为进行干预，这明显是对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产油区下了狠手。沙特也是个头硬的主，直接威胁，如果法案通过，将以非美元货币进行石油交易。这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随着跨境人民币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4大跨境支付货币。我国目前也正在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包括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系统的上线、数字人民币 DCEP 的落地推广，以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行业。而且为了规避美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俄罗斯、伊朗已经开始试图建立新的金融转移系统，与经贸合作伙伴合力打造独立于 SWIFT 系统、CHIPS 系统之外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个问题在我之前的节目里有更详细的说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择机打破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中的垄断地位，终结金融霸权。所以，中国和伊朗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不仅能够保障我国的能源供应，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望打破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中的垄断地位，甚至瓦解金融霸权。